这一期的节目呢，我们来讲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就是西藏的人骨法器。我在西藏实地考察了1年多，发现互联网上关于人骨法器的传言，90%都是为了博流量而编造的谎言。真正的人骨法器来源其实有着极严苛的铁律，绝非网传的暴力掠夺。那么到底什么是正统文化，什么是制度糟粕？我们不要被地摊文学给带偏了。今天我们一起好好唠一唠人骨法器这个事情。先把话说到前头避免后续被带偏节奏。旧西藏的农奴制的黑暗残酷是铁一般的历史事实，早已经被历史车轮给彻底摒弃，这一点绝无争议，更无需洗白。但是核心的逻辑我们必须得拎清楚，不能把旧制度的糟粕与经过去封建化已经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部分的藏传佛教混为一谈，更不应该借着批判农奴制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抹黑整个藏地文化。今天我们不扯无关的话题，就聚焦一个核心，把藏传佛教的人骨法器的恶意谣言拔透拔清，讲清楚它的来源、渊源和用途，让大家看清楚真相。我很清楚当今的互联网上不乏一些刻意抹黑藏传佛教的声音，接下来这些澄清谣言的话大概率会引来攻击，但即便是如此，我还是要把真相说透，避免更多的人被虚假的信息所误导。每一次聊藏传佛教，评论区总有质疑的声音，你是说人骨法器都是假的吗？用人骨做的法器还不邪恶？博物馆都摆着，你怎么去解释？甚至还有人专门贴出博物馆人骨法器的照片来反驳，仿佛我没有去过这些博物馆，没有见过实物一样。今天我欢迎大家提供更多的博物馆的实物影像，大家多多的在我的评论区贴你在博物馆拍到的这些人骨法器的照片。我觉得事实的真相就是要拿出来晒，拿出来亮，拿出来讨论，才能越正越明。下面呢，我就顺着大家对于人骨法器的疑问一步步的拆解，你关心的来源、安全性以及是否邪恶等问题，全部都给你讲透。没有关注的朋友赶紧点个关注，我专门讲藏地硬核的历史文化，带你认识真实的藏地，避开所有谣言的坑。好，不扯闲篇，咱们进入正题。首先我想问问大家，你是不是也刷到过藏地的断行者的视频，或者是看到过类似的文章？下面这段视频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在著名的断行者喇嘛像里，画中僧人手持达玛如，颈部带着指骨磨成的念珠，而腰间挂着的这个就是腿骨号角。所谓断行者，指的就是在墓地中修行、断绝自身欲望的密宗修行者，这便是他们的典型装扮。这个博主呢，把断行者渲染成在荒郊野岭搞诡异修行的形象，手中的人骨法器说的是神乎其神，阴森恐怖。是不是看完之后你心里会犯嘀咕，这玩意到底是啥呀？藏传佛教真的这么邪恶吗？我倒翻查了藏族法器文化研究、西藏通史等权威的藏学著作，同时对照了故宫博物院清宫藏传佛教嘎巴拉法器初探等官方的研究文献。今天我就用最直白的话，把你心里的疑问一个一个解开。我所有的观点均有公开的资料可以查验第一个核心问题，人骨法器的骨头究竟来自哪里？是不是像网上传言那样是抢来的，甚至是杀活人取骨做的？答案非常明确，藏传佛教的人骨法器骨头的来源只有一个，就是修行者生前的自愿捐赠，这是藏传佛教教义当中碰不得的铁律，绝无例外。咱们把这一点掰细谁会捐赠？捐赠的人都是藏传佛教的僧人、瑜伽士等修行者，他们在生前就立下了誓愿，死后将自己的骨骼作为最后一次供养，用来制作法器，助力后人修行。这是对信仰的极致坚守，与诡异邪恶半点关系都没有。制作过程的规矩严到超出你的想象，从骨骼提取到法器成型，每一步都遵循传统的仪轨，还有专门的僧人监督见证。抢骨偷骨这种行为既违背教义，在藏传佛教的传承当中也无人敢为。藏族通史、松石宝串、藏传佛教密宗仪轨研究等权威的文献当中，均无掠夺平民骨骼的记载。网上那些骨头是抢来的言论，纯粹是为了博眼球、骗流量。说到这，肯定有人追问：你说的是现在吧？旧西藏的人骨法器难道不是抢来的，杀活人取骨做的？这个问题咱必须得说透，既不回避旧西藏的黑暗，也不被谣言给带偏节奏。
第一，旧西藏是残酷的农奴制社会，统治阶级压迫残害农奴的行径是被历史彻底否定的糟粕，我们绝不洗白，也坚决批判。第二，杀活人取骨做法器是刻意放大的谣言。根据西藏通史的记载，藏传佛教的教义从始至终严禁掠夺骨骼、伤害生命，正统的人骨法器始终遵循自愿捐赠的原则，这是不可动摇的底线。那旧西藏有没有个别违规的情况呢？答案是有。这类情况呢，恰恰是旧西藏制度罪恶的写照。元明时期曾经有过盗掘坟墓、取人尸骨做法器的记载，在故宫博物院清宫藏传佛教嘎巴拉碗当中可查。旧西藏农奴制下更有统治阶级扭曲滥用教义的极端案例，西藏博物馆陈列的农奴皮制作的人皮法骨就是最典型的罪证。这里必须把来龙去脉说透，避免大家混淆概念，被谣言带偏。我非常理解大家最关心的西藏博物馆馆藏的这类特殊的器物，在我们首先必须建立一个严谨的认知边界，这类的物品在学术界和史学界有着非常清晰的定性，它并非是宗教传承的正统法器，而是旧西藏特定历史时期由于权力畸形扩张而产生的非法产物。查阅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以及相关的罪证记录，可以发现这一类的器物的出现本质上是当时极少数统治阶层利用其绝对特权对农奴的基本生存权的剥夺与扭曲，他们试图用宗教的符号来神化自身的世俗权威。这种行为不仅违背了藏传佛教慈悲不杀的底层教义，更是在文明的进程当中被彻底否定的制度糟粕。因此，博物馆陈列的这些实物的目的绝非展示某种宗教奇观，而是将其作为揭露旧时代社会不公与制度黑暗的物证，用于警示后人铭记历史的沉重，理解当代文明与平等权利的来之不易。这些极端的案例和元明时期的盗骨制器一样，都属于偏离正统教义、依附旧制度的罪恶行为，与藏传佛教正统法器的自愿捐赠、以轨合规的原则有着本质的区别，绝不能把旧制度的暴行归罪于宗教文化本身。正如故宫博物院对于藏传嘎巴拉碗的研究结论所示，正统的藏传佛教的法器来源始终是修行者自愿施予。乾隆朝对于宫廷收藏的嘎巴拉碗也有严格的审定，结合造办处档案和宗教仪轨，进一步确认其骨骼的来源均为修行者生前的立誓捐赠，仅用于供奉或修行，绝非对普通平民的暴力掠夺。那些刻意把旧制度的罪恶与宗教文化捆绑抹黑的，要么是对历史的无知，要么是别有用心的流量炒作。弄清了骨头的来源，也厘清了违规案例的本质，新的疑问自然会产生，那么藏传佛教为啥非要用人骨做法器？这背后的渊源和道理是什么？真的是用来吓人搞诡异仪式的吗？其实答案很简单，核心就2点：源于佛教的正统传承，融合藏地的本土文化，和诡异半点的不沾边。从渊源来看，这一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佛教时期，佛陀曾经教导弟子行头陀行修持，其中就包括总监坐，在特定的场地直面生死本相修行，还让弟子在浴室绘制骷髅图像，核心的目的就是提醒众人生死无常，不要执着于肉身，要抓紧时间精进修行。佛教在传入西藏以后呢，藏传佛教继承了这一修行的传统，又与当地的本教文化、生死观深度融合，逐渐形成了人骨法器的独特传承。根据本教与藏传佛教融合研究记载，本教本身就有肉体回归自然、尸骨非恐怖化的认知，认为肉体只是灵魂的临时载体，死亡不是终结，而是轮回的开始。这种理念与藏传佛教的生死无常的教义相契合，人骨便不再是令人恐惧的事物，反而成为践行信仰、警示自我的精神载体。至于为何要用人骨而非用其他的材质，核心是它对于修行者的警示意义。对藏传佛教的修行者而言，人骨是最直接的生死教材，用修行者的遗骨做法器，即是对逝者信仰的延续，也能够让使用者时刻直面生命终会消逝的真相，破除对于肉身的执念，坚定脱离轮回、利益众生的信念。藏传佛教生死观研究当中也提到，藏传佛教的相关的传承认为，修行者的遗骨承载着其修行的功德与愿力，用这样的头骨去做法器，能够更好的助力后人的修行，本质是一种精神传承。所以我们不要被谣言误导，藏传佛教常见的人骨法器其实只有3种，核心作用也高度统一，辅助修行，无任何恐怖用途。第一种，嘎巴拉碗。
嘎巴拉为梵文的音译，意为颅骨。根据藏族法器文化研究以及故宫博物院研究文献记载，正统的嘎巴拉碗由修行者的颅骨制成，在藏传佛教的相关的修行仪轨当中作为供器，用于盛放甘露或者贡品。核心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醒修行者不执着于肉身，正视生死，放下对于身体的执念。目前故宫博物院收藏有30余件嘎巴拉碗、嘎巴拉骨，均为清代宫廷佛堂供奉或仪轨所用，来源可追溯至修行者的自愿捐赠。第二种，人骨笛，又称为岗铃，这个是梵文的音译啊。根据藏族法器文化研究记载，多由修行者的小腿胫骨制成，吹出来的声音悠远空灵。修行时吹奏它是用声音警醒自己，生命转瞬即逝，时光宝贵，需专心修行，不浪费在世俗的琐事上，属于藏传佛教觉语派、噶举派等传统的修行工具。第三种，人骨手串，也称为嘎巴拉念珠，通常由108颗遗骨珠串成，部分会镶嵌松石、珊瑚等藏地的宝石。修行者佩戴在身，核心的作用是时刻警醒自己，坚守信仰，与暴力邪恶毫无关系。关于这3种人骨法器的实物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故宫博物院的官网、中国藏学出版社官方出版物查询。我这里呢就重点讲背后的文化逻辑与历史真相，避免不必要的误解。说到这儿啊，大家肯定就好奇，这些人骨法器现在在西藏还有吗？是不是随处可见？答案是有，但是早已不是谣言当中描述的样子。根据官方公开的信息以及藏学研究记载，这类法器仅存于正规寺院的正统的宗教传承的场景中，并非随意可见。我在2024年摩旅西藏曾经参加寺庙的法会，见过一次这类的法器。法器呢由寺院或者修行者依规保存使用，绝对不会流入世俗社会，而且全程严格遵循的自愿捐赠、仪轨合规的传统，同时接受我国法律的严格监督监管，也绝对不允许违规制作、私自留存。这里就必须得给大家普及一个法律常识，我国明确禁止非法交易、传播人体骨骼及相关器物，无论出于何种目的，非法买卖人骨法器均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一点呢，大家必须得牢记啊。聊到这儿呢，大家不妨想一想啊，人骨法器的真相如此清晰，为啥谣言能够传得沸沸扬扬？核心就一个词：流量。造谣者正是利用大家对于藏传文化的不了解，刻意放大特殊场地以及人骨等容易引发紧张感的元素，制造恐怖氛围，博取关注。而人性对于恐惧的本能反应，恰恰能催生巨大的流量。接下来我要说的话可能会触动一些流量贩子的利益，引来他们的网暴，请大家帮我刷一波保护真相，让这些客观的内容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不被谣言所淹没。这些流量贩子的套路其实很拙劣，揭穿之后一目了然。套路一，编造恐怖人设，抹黑断行者。根据中国西藏网女密宗大师老准玛及觉语派一文介绍，断行者是藏传佛教觉语派的修行者，教派的核心教义是用智慧消除烦恼，用慈悲脱离轮回。他们在特定场所的修行行为是为了直面生死，放下执念，绝非为了吓人。套路二，嫁接虚假故事，比如说把清代的乔湾城惩治贪官的人皮骨的典故硬安在藏传佛教头上，精准地戳中大家的恐惧心理。套路三，利用文化差异制造误解。咱们汉族讲究入土为安，而藏传佛教呢则是看重轮回和利他。造谣者就借用这种认知差异放大做文章，将修行的传统污蔑为违背人伦。看到这，大家应该都明白了，不管是断行者被抹黑，还是人骨法器被妖魔化，本质都是文化隔阂所带来的偏见，再加上有些人的恶意炒作，才让谣言越传越广。这些文化现象和藏地的天葬、酥油花一样，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的民族文化财富。这一观点也得到了藏学研究界权威著作的明确认可，此类文化产物值得被尊重和正确传承。这段时间呢，我陆陆续续出了不少澄清藏传佛教谣言的视频，也因此遭到了抹黑群体的网暴和恶意的攻击。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坚持要把真相说透，因为我不想让谣言误导更多的人，也不想让大家对一个民族的文化产生如此根深蒂固的偏见，更不想让用心传承的文化被恶意的玷污。根据藏学研究的文献记载，藏地的修行者对于这一类的法器有着明确的认知，其价值从来都不在于骨头本身，而在于捐赠者和使用者对于信仰的坚定与纯粹。我们要做到真正尊重藏文化，不要轻信网上那些恐怖视频，而是要放下更多的偏见，多去了解背后的历史渊源与精神内涵。
有的人会抬杠啊，你根本就没有讲清楚，10几分钟全都是在这里抒发情绪，没有举证，这其实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我每期的视频内容都是基于史学、考古、学术资料整理而成，每个知识点都有权威的来源与支撑，绝非主观臆断。和往期一样，我也把本期视频的参考资料放在后面，大家可以自行查阅和验证。毕竟想要深入的了解藏地文化，看这些权威著作，远比看我这种科普的小视频更有营养，更贴近真相。很多人问我怎么看懂西藏，我的建议是不要去看地摊文学，一定要去看相关的历史、学术的权威著作。最后呢，我想问大家一句，你还听过哪些关于藏地的谣言？评论区打出来，我们一起去戳破它。也麻烦大家把这条视频转发给家人朋友，让更多的人知道人骨法器的真相。多一份了解就少一份偏见，这才是对文化最好的尊重。持续关注我，下期我们聊更多的关于藏地文化的真相。